我是霍雨浩。上一回我亲手点燃了弟弟戴洛离的血脉之火，逼他觉醒武魂，浴血成狂。他醒来后，我让他看到了自己失控的真相和许云为他流的泪，随后悄然离去。在星罗新兵营看着洛离训练，我对生父白虎公爵代号的恨意翻涌。然而日月帝国突袭，9级魂导炮撕裂边境，代号身处险境。我虽恨他，却无法坐视不理。我冒险潜入战场，用幻境和精神力助他脱困，甚至不惜重伤救下他和他的妻位。战后，我决定告诉洛离真相，滴血认亲，血脉相融，我们兄弟终于相认。但战争阴云未散，为让洛离快速变强，我用极端方式训练他，将他从高空扔下，激发潜能。我们的路才刚刚开始。夜风像冰冷的刀子刮过脸颊，带着明斗山脉特有的铁锈和浓烈的硝烟味，刺得人鼻子发酸。洛离这小子，刚才被我从1000米高空直接丢下去那一下，脸都吓白了，腿抖得跟筛糠似的。不过效果拔群，他武魂那层血色光晕明显浓郁了不少。看来这种生死边缘的刺激，对他那变异武魂的激发确实有用。快了，再往前飞一段就能看到边境线了。突然，一股密集而杂乱的魂力波动，如同无形的潮水般涌来，让我精神探测瞬间绷紧。前方夜空不再是纯粹的黑暗，而是漂浮着密密麻麻的光点，如同夜空里无数诡异的星辰，是日月帝国的高空探测魂导器。它们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张覆盖整个边境的巨网，连一丝缝隙都没有。我的心猛地一沉，这密度太反常了，寻常防御何须如此铺张？日月帝国，你们在隐藏什么？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灌入肺部，我全力催动模拟魂技，让自己的气息完全融入这片寒冷的夜色。精神探测如同最精密的雷达，不断扫描着前方，避开那个，再小心绕开那个散发着微弱精神力波纹的特殊信号。每一步都像在布满尖刺的荆棘丛中穿行，稍有不慎就会触发警报。精神高度集中，额头甚至渗出细密的冷汗。终于，那种无处不在的窥视感消失了，我成功穿过了那张令人窒息的光点巨网。前方明斗山脉那如同蛰伏巨兽般的黑色轮廓，在星光下更显死寂。没有丝毫犹豫，我额头的命运之眼悄然开启，一道无形的更为强大的精神波纹瞬间扩散开去，如同最灵敏的触手，急速扫过山脚下那片原本属于星罗帝国西北集团军的巨大军营区域。空大庞大的营地内，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散落的杂物，不见一丝人气。我的视线猛地转向明斗山脉本身，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山脊线上密密麻麻的炮口在精神探测中清晰可见，像无数狰狞的獠牙，超过3000个攻击点。魂导炮冰冷的金属光泽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但是人呢？驻扎的大军呢？只有山间偶尔闪过的魂力波动，显示着操纵这些杀戮机器的魂导师位置。这感觉不对，太诡异了。一股寒意从脊椎骨直冲头顶。空城，这他娘的是空城计，日月帝国的主力。他们炸开我们边境，占据明斗山脉，布下这铁桶般的魂导器防御和天罗地网般的侦察，根本不是为了进攻星罗，他们是为了封锁，彻底封锁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们以为他们几10万大军就蹲在山后面，随时会扑过来，声东击西。他们的目标根本不在西边，是北边，是天魂帝国，用我们星罗帝国西线做诱饵，吸引我们和斗灵帝国的主力全都傻乎乎的集结过来，然后天魂帝国那边就完全暴露在獠牙之下，成了不设防的猎物。圣灵教、龙逍遥那些邪魂师的主力肯定都已经秘密调往北线了。好狠，好精妙的算计。橘子，是你吧？这手笔太像你的风格了。心脏狂跳，我猛地转向身边还有些懵懂的洛离，声音因为急迫而显得有些嘶哑。洛离，听着，你必须立刻去见你父亲，用最快的速度告诉他这里的情况。边境是空的，日月帝国的主力根本不在西线，他们的目标是北边的天魂帝国，让他火速向天魂示警，让斗灵帝国的援军别来西线了，直接改道去支援天魂。快，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死，记住，别停，一个字都别提，不再多言。我一把抓起他，飞行魂导器功率瞬间开到最大，引擎发出刺耳的轰鸣，朝着代号驻守的城市方向疾驰而去。夜风在耳边呼啸，但远不及我心头的焦灼。把他安全送到城边，看着他消失在夜色中的城墙下，我才稍稍松了口气，希望还来得及。我必须立刻赶回史莱克，这个消息必须第一时间送到玄老和学院手里。斗罗大陆的天真的要塌了。拖着疲惫的身躯悄悄回到玉明城，我和洛离的住处。刚推开门，就看到许云像根标枪似的杵在窗前，背对着我。他猛地转过身，漂亮的脸蛋上罩着一层寒霜。
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清兵的觉悟？这一整晚死哪去了？我压下心头翻涌的思绪，故作无奈的摊手。营长，冤枉，洛离。晚饭后没多久就不见了，我找了他半宿都没影，这不刚回来想看看他回来没，还想找您汇报呢。你有看到他吗？许云脸上的怒气被惊讶取代。他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我顺着他的话往下编，就晚饭后出去溜达，再没回来。城门都关了，他能去哪？许云眉头紧锁，刚想说什么，一阵尖锐刺耳的紧急集合哨音撕裂了黎明的宁静。许云脸色瞬间煞白，失声惊呼：“敌人来了！”我赶紧按住他微微颤抖的肩膀，声音尽量保持平稳：“冷静点，未必是敌袭，先去集合我们的人，听命令。”看着他在集合哨声中急匆匆跑出去的背影，我暗自叹息。不一会他就回来了，脸上的紧张被一种奇异的兴奋取代。不是敌袭，虚惊一场，是公爵大人下令了，要反攻明斗山脉。我们预备义军团也要出动当接应部队，新兵在后面，安全得很，就当是战场，见见世面。快跟我走！反攻明斗山脉！我愣了一下，随即心中了然。好一个白虎公爵，不愧是名帅。看来洛离的消息送到了，他信了，而且立刻做出了最果断的应对，却未就诏，想用进攻逼迫日月帝国暴露虚实，牵制其兵力。想法是好的，但真的还来得及吗？橘子的刀恐怕已经砍向天魂的脖子了。跟着乱哄哄的队伍出了城，作为新兵营的我们被安排在最后方，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头，感受着空气中弥漫的紧张和一丝莫名的亢奋，我只觉得无比讽刺。真正的风暴在北边酝酿，而我们这里或许只是一场徒劳的牵制。橘子，你的棋下得太快了！不再犹豫，我悄然脱离队伍，背后的飞行魂导器再次点亮，化作一道流光，朝着东方，朝着史莱克的方向以极限速度疾驰而去。脚下的景物飞速倒退，空气在耳边发出剧烈的摩擦声。不知过了多久，熟悉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斯莱克城扩建的工地尘土飞扬，高耸的传灵塔轮廓在晨光中已初具规模。但我无心欣赏这份繁荣，心中那份沉甸甸的紧迫感压得我喘不过气。终于越过城墙，落在海神湖畔，熟悉的湿润水汽混合着草木清香扑面而来，多少驱散了一些疲惫。踏着熟悉的湖水波纹，快速掠向海神岛。黄金树温暖而磅礴的生命气息，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家终于到了，东，如果你在，该多好。就在这时，我的脚步猛地定在了原地，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停止了跳动，视线死死锁住前方不远处一道正缓缓走来的窈窕身影，粉蓝色，那是我魂牵梦萦的颜色。波浪般的长发披散在肩后，在晨光中流淌着梦幻般的光泽，洁白的裙裾衬托着她修长动人的身姿，那张脸，那张无数次出现在我梦中的容颜，精致的五官，粉蓝色的大眼睛，长而卷翘的睫毛。东，是东吗？狂喜如同爆炸般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淹没了所有的理智，根本来不及思考，所有的思念、痛苦、期盼在这一刻化作了最原始的本能。咚，一声呼唤冲口而出，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完全变了调，身体比思想更快，左腿魂骨技能瞬间发动，空间一阵细微的扭曲，我已经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张开双臂，用尽全身力气，不顾一切地将它紧紧拥入怀中。好软，好温暖，熟悉的淡淡馨香钻入鼻尖。是他，真的是他，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担忧，所有的沉重，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泪水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模糊了双眼，滚烫的涌出，滴落在他柔顺的长发上。咚咚咚，我一遍遍呼唤着，声音哽咽，仿佛要将这几个月蚀骨的思念都倾泻出来。怀中的身体似乎僵住了，没有任何回应，带着一丝茫然。下一秒，一股火山爆发般的恐怖力量猛地从我怀中炸开，硬生生将我紧箍的双臂挣开。巨大的力量推得我踉跄后退，我愕然抬头，看到的不是朝思暮想的温柔，而是一双燃烧着羞恼和愤怒的粉蓝色眼眸。那张酷似冬的绝美脸庞上，此刻只有冰冷的怒火。你找死吗？一声羞怒的娇斥如同惊雷在我耳边炸响，紧接着他背后嗡的一声，一双巨大无比绚丽到夺目的龙翼骤然舒展开来，那龙翼靠近背部是深邃的蓝，越向边缘则渐变成璀璨的金色，边缘呈现出波浪般的蝶翼形状，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晕。强大的光明与力量气息瞬间爆发，将周围的空气都挤压得发出暴露。他的额头上一个清晰的黄金3叉戟符文骤然亮起，整个人的气势瞬间拔高，如同降临的女武神。没有任何废话，
他抬起纤细白皙的右手，掌心瞬间凝聚起一团刺目的蓝金色漩涡光芒，低沉的龙吟声从中咆哮而出，带着毁灭性的压迫力。那光芒如同出膛的炮弹，撕裂空气，直轰我的胸膛。同时，它背后那片蓝金色的光晕化为无数道流光，如同巨大的蛛网，从四面八方向我缠绕挤压而来。强大的束缚感让我如同陷入泥沼。不是洞，我的心像是被狠狠捅了一刀。但这气息，这光明属性的力量，还有那龙翼边缘一闪而过的金色微型光痕，那是光明女神蝶的印记，错不了。可她是谁？身体的本能快过混乱的思绪，右手瞬间抬起，钻石冰晶般的冰帝之鳌瞬间覆盖，红橙红，7个魂环光芒大放，那团恐怖的蓝金色光团狠狠撞在我的冰拳之上，轰！冰晶四溅，光芒炸裂。巨大的冲击力让我再次后退数步，覆盖拳头的冰晶寸寸碎裂，露出皮肤，手臂一阵酸麻。好强的力量，冰皇护体的防御都险些被破开。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异，显然没料到我能硬接他寒怒一击。但随即，那惊异就被更盛的怒火取代。他身上的魂环光芒连续闪动，蓝金色的甲胄瞬间覆盖全身，象铠修成，龙翼变得更加巨大，小腹处的蝴蝶纹路战群波浪般起。第四魂技龙神附体，他的气势再次暴涨，紧接着他背后那双巨大的龙翼猛然合拢，高高扬起，如同两柄开天的巨刃。第三魂环光芒爆闪，一道长达10余米、宽达数米的巨大蓝金色光刃凭空出现，带着撕裂一切的锋锐和毁灭气息，当头向我斩落。空气被切割的发出尖锐的嘶鸣，周围地面的碎石草叶瞬间被无形的锋锐搅成摘粉。光明龙神斩，在龙神附体状态下，威力达到了恐怖的程度，精神干扰对他无效，避无可避。望着那当头斩落的足以将我劈成两半的恐怖光刃，感受着其中蕴含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强大力量，一个无比清晰的念头如同闪电般劈开我混乱的思绪。像是洞，一定是昊天宗大宗主说过，他好了但忘了所有，包括我。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然。我缓缓闭上了双眼，将所有的魂力、所有的精神力、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爱恋，全部凝聚于一点。右拳不再是冰晶覆盖，而是萦绕着一层奇异的、仿佛能撼动灵魂的金色光晕。它缓慢的，却又无比坚定地向前挥出，迎向了那足以毁灭一切的巨大光刃。撕东拳撕如拳涌，拳与刃在空中碰撞，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吭一声奇异的金铁交鸣声响起，巨大的光刃骤然停滞在我头顶上方，我拳头上覆盖的冰晶彻底崩碎，皮肤被锋锐的刃气割开一道深深的血口，鲜血瞬间涌出，在极寒的魂力下凝结成血色的冰珠，滴落在地面，摔得粉碎。但我没有后退，我的眼睛依旧紧闭着，那股凝聚了我所有情感的意念，如同汹涌的泉水，顺着我的拳头，沿着那巨大的光刃源源不断地传递过去。那里面是史莱克的重逢，是海神湖的旖旎，是乾坤问情谷的生死与共，是日夜不停的思念蚀骨。空中的巨大光刃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水面，荡漾起剧烈的涟漪。唐舞桐发出一声闷哼，在空中一个趔趄，巨大的光刃瞬间溃散，他踉跄着落地，连退2步才勉强站稳，脸上那冰冷的愤怒被一种巨大的茫然和痛苦所取代。他似乎看到了无数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感受到了那份足以焚毁灵魂的思念洪流。我缓缓睁开眼，任由手上的鲜血流淌，目光穿过空间，死死地锁住他那双变得有些失神的粉蓝色眼眸，声音沙哑却斩钉截铁：东，是你，你是我的东，你是王东。他的身体明显地震颤了一下，从那汹涌的情感冲击中挣脱出来，眼神重新聚焦，但那份冰冷和愤怒已经被一种强烈的震惊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取代。你对我做了什么？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轻轻摇头，任由手上的血珠滴落。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让你感受到了我的思念。我的声音很轻，却仿佛重锤敲在他的心上。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无比，震惊、愤怒、疑惑，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悸动交织在一起。终于，他猛地一咬银牙，背后的龙翼再次展开，声音冰冷地抛下一句：不知所谓，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话音未落，龙翼猛地一震，带起强劲的气流，他的身影已如离弦之箭般冲天而起，朝着海神湖深处飞去，消失在晨光之中。我站在原地，没有去追，
右手传来的刺痛远不及心中的那份汹涌澎湃的激动与酸楚。他走了，但他感受到了，他停下了攻击，错不了。那龙翼上的光明女神蝶印记，那力量中属于冬的光明属性，还有那份血脉相连的悸动，就是他，王冬。他的武魂融合了秋的力量，还是父亲用了什么方法治好了他，却彻底重塑了他的武魂和记忆？为什么？怎么样？看出什么了吗？一个温和而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抹去脸上的泪痕，转过身，看到玄老正缓步走来，脸上带着洞悉一切的了然微笑。我的声音还带着一丝哽咽后的沙哑，却无比坚定。玄老他是冬，虽然他不记得，名字也变了，武魂也不同了，但他就是冬。我能感觉到，我的灵魂能感觉到。顿了一下，我压下心中翻涌的柔情，神色骤然变得无比严肃。不过现在有比这更紧急万分的事情，大陆危局，生死存亡。玄老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神变得锐利如鹰。走，去海神阁。海神阁内气氛凝重的如同实质，所有宿老都已到齐，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宋老、庄老、严少哲院长、仙灵院长、钱多多院长、蔡妹副院长、大师姐张乐轩、大师兄贝贝，每一张熟悉的面孔都带着凝重。我站在长桌前，没有任何寒暄，直奔主题，语速快而清晰。玄老，各位宿老，我刚刚从星罗帝国西疆前线赶回，日月帝国的阴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明斗山脉防线是假的，他们投入重兵构筑的魂导器阵地，布下的天罗地网般的高空探测魂导器，根本不是为了进攻星罗帝国，那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精妙绝伦的骗局，秀东击西。我深吸一口气，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们的主力魂导师团，包括圣灵教的顶尖力量，恐怕早已秘密调离西线。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天魂帝国。西线的一切都是为了吸引星罗帝国的主力，甚至诱使斗灵帝国的援军也赶往西疆。而此刻，天魂帝国防御空虚，门户大开。我的目光扫过每一位宿老震惊的脸，声音变得更加沉重。为了掩护这个计划，为了彻底粉碎星罗帝国可能的反击试探，他们甚至动用了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禁忌般的恐怖魂导器——歌神之光。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毁天灭地的一幕，声音带着一丝惊悸。就在不久前，星罗帝国组织了一支由500名魂圣以上强者组成的精锐队伍，对明斗山脉防线进行试探性攻击。就在他们即将取得进展，逼近到攻击距离时，一道惨白色的光柱像抹布一样，从明斗山脉深处的一座高峰上横扫而过。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声响，就在那一瞬间，超过200名魂圣、魂斗罗级别的强者消失了，彻底化为虚无，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海神阁内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我继续说道：“那光芒的气息，带着死亡的绝对寂灭，仅仅是余波扫过我的精神探测，就差点让我精神之海崩溃。我亲眼所见，封号斗罗在那光芒面前，恐怕也如蝼蚁。发动他的是日月帝国传说中的最强者河神斗罗，他手中的那件魂导器就叫死神。这一击彻底粉碎了星罗帝国的进攻意志，也暴露了日月帝国死守西线的决心。我的声音愈发急迫，他们的计划已经接近完美。西线明斗山脉凭借恐怖的魂导器防御和死神之光的威慑，已经成为星罗帝国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天堑。而北线天魂帝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独自面对日月帝国主力魂导师团、圣灵教邪魂师以及那位死神斗罗的恐怖冰封，本体宗再强也独木难支。天魂帝国危在旦夕，战争的天平已经严重倾斜了。阁内一片沉寂，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宋老眉头紧锁，声音凝重。宇浩的消息太过震撼，但我们尚未收到天魂帝国方面的任何求援。岳少哲院长接口道：“我赞同宋老的意见，学院经历受潮，元气未复，新吸收的人才需要整合。当务之急是继续加速发展，尤其是魂导系。同时，必须立刻着手，以史莱克城防军为基础，组建我们自己的魂导师军团，武装起来才能守护史莱克城的安危。至于介入战争，还需从长计议，获取更多情报。”听着宿老们的讨论，我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观望，积蓄力量，这确实是最稳妥的学院立场。可是天魂帝国那边每分每秒都在流血。橘子，你的屠刀已经挥下。而东，不是梧桐，他回来了，却带着满身的谜团和冰冷的陌生。我站在海神阁的窗前，望着外面宁静的海神湖，心中却如同翻江倒海。星罗西线的挣扎，天魂北境的烽火，史莱克城的抉择，还有
我那失而复得却形同陌路的爱人。梧桐，战争，这盘错综复杂的棋局才刚刚开始。但无论如何，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学院、伙伴、亲人，还有你，梧桐，这就是我霍雨浩的答案。无论前路是刀山火海，还是荆棘密布，我都会走下去。大陆不会轻易倾覆，梧桐，等着我，这一次我绝不会再放手。本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点赞关注超过100，即刻更新下一期。